好，總共有39分鐘的這個路程，也可以趁這個機會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開了這一個 Toyota Camry 520這一段期間的一些體會跟感受吧。好，首先呢，第一點呢，其實這一輛車呢，這輛房車呢，其實是很好開咯。主要是需要一點點的時間呢，你就可以適應它的這個體型因為它是比較寬、比較長，而且還有一個比較容易讓你舒服的是，其實它是比較高的因為它是3點幾米嘛，3米多一些。所以這個高度呢是通常你比較容易忽略的地方，因為有一些地方啊，比如說學校啊，那些放小孩的地方，通常有一些屋檐嘛，這些屋檐呢，它的高度通常沒有太高阿倫賽就有一次經驗，就差一點，其實已經輕微的碰撞到一點點了，幸好還可以及時的解困不然把整個屋頂撞下來，那這個時候就還魂乏術了。好，所以長度跟寬度呢，其實一般的這些路邊的那個停車位呢，都能夠很 OK 的，很容易的把它給停進去除非是左右兩邊的車靠得太靠近的話，就會比較麻煩一些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長度可能有時候的問題是什麼呢？不是說長度，就是高度有時候它的問題就是你停在路邊店屋前面的時候呢，要注意一下那個廣告牌啊，或者是它有沒有一些延伸出來的這些廣告牌，或者是那個店的招牌如果你停得太靠近的話，搞不好車頭那裡呢就會碰到這一點也是需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關於G520的體型方面呢，其實真的很容易適應，大家不必太過操心。好，第二點可以分享的呢，其實是就是520其實就是一輛這個小卡車嘛，小蘿莉的這個蘿莉頭所以它的坐姿呢是它的這個高度，開車這個高度呢其實是非常的不錯的。就基本上是在一般車的這樣子的屋頂，這樣子的一個高度，其實是不到屋頂，可能是車窗這樣子的一個高度所以是蠻好的視野。再加上呢，這個前面的玻璃呢，它是一個平的玻璃，是垂直下來的玻璃，所以呢，整個視野是非常好的。這個就是一般上開這輛車的視野所以現在這個鏡頭的高度呢，跟我眼睛的高度比起來略低一些可以讓大家體驗到開房車的這個高度，所以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其實也是蠻穩當的不會太摇晃，除非是去到一些比較不好的路況整輛車呢就會搖晃的比較厲害一些一些鄉間的小路或者有很多減速條比較高的那種減速條的情況下呢，可能會有一些搖晃好，後面呢有一輛4x4經過看到嗎？這個高度的對比應該看不出吧。好，所以開了整個月呢，感覺是非常好開的，因為它的坐姿呢非常的輕鬆，就是整個人這樣很舒服的這樣坐着，手呢，因為它的這個方向盤呢它是比較平放的嘛，所以就開起來手特別的輕鬆。好，大家看到嗎？這個方向盤呢基本上是比較跟一般的轎車比起來呢是比較平的，所以其實開起來呢是蠻舒服的。還有跟普通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這個是一個小卡車嘛，所以這個車輪呢，基本上就在我們位置的下面，就是在我們屁股的部分，就是車頭的車輪了所以呢，就是整個轉向轉彎的感覺會跟一般車有一些不一樣其實這個是一個好處，就是說它更容易的轉彎，因為它前面並沒有一個延伸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車頭所以是蠻好開的。還有第3點呢，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非常大的一個不同點，就是在馬來西亞高速公路呢我們的房車呢只能選擇左邊現在由於減速條的關係是有點搖晃所以呢基本上我們是一個小卡車
那個有過動症的賴有里又來到前面了，所以會有一些噪音。哎呀，我的天！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可以走的路線呢，其實就是在靠左的這2條卡車的這個路線哦，大家千萬不要忘了哦，因為真的有聽說過，就是有些車主呢忘了自己的高度呢，走到右邊那裡，直接車頭這個房車的頂呢就直接受損了。然後第4點呢是關於房車的這個油耗的問題哦。阿倫柴這輛520呢是 2.5 公升的柴油turbo， 就是增壓涡轮返哦，4輪驅動哦，在目前的使用下來的這個大概的統計呢，大概是每公升呢可以走8公里這樣子的效率而已哦，所以相對阿倫柴的另一輛 MPV 來說呢是差了蠻多的，因為那一輛呢大概可以1公升可以走13公里哦，这个就幾乎減了一半。對啊，因為主要房車它是很重嘛，很多東西好像應該是 2.5 噸到3噸這樣子的一個重量。不過目前開起來呢，感覺就是動力還是非常的足夠的不會有那種沒有力的感覺。第5點嗎？是第5點嗎？開房車的這個感受，其實房車使用起來呢，我覺得也是蠻方便的。像阿倫柴呢，平時早上買菜呀、吃早餐啊，都蠻常開這個房車出去的。只要主要不要是太熱鬧的那一些市區啊，都是蠻容易的。因為主要是剛才說的停車位，正常停車位都可以停得下嘛。所以因為主要是整個乘坐的感覺是蠻舒適的，車頭的部分所以呢平時呢都可以開出去32分鐘。好，這個就是關於阿倫柴開這個房車這一個多月來的一些感想啦，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千萬不要走錯收費站哦，如果去到普通轎車的話高不足夠。哇塞！好，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對房車的一些疑惑吧。首先第一個，房車到底能坐多少人呢？其實馬來西亞這裡呢的法規呢是車上有多少安全帶，有多少個人的安全帶就能坐多少個人。所以像我們這輛房車呢，其實總共有7個安全帶所以法律上規定呢是其實能坐7個人，就是前面3個，那後面那個有桌子的那個椅子前後都有2個，所以總共是7個位所以這個就是這輛房車能坐7個人。好，第二個問題呢，是不是駕房車需不需要有一些特別的駕駛執照？沒有。對了，阿里都會其實駕房車是只需要正常的這個汽車開車的這個執照就行了不需要另外再考過。不要這樣吵嘞。第3個問題。房車是不是像卡車一樣呢？每一年要去驗車呢？大家不用擔心，其實是不需要總之它用起來呢，就像普通一般車一樣，不需要去做特別的這一些麻煩的這一些步驟那我們看一下前面呢，前面就是普萊的普萊山看到嗎？那個雲海非常的漂亮整個山被雲海遮蓋住了。所以你早上呢早一點醒來，在太陽還沒有升起來的時候，用無人機飛一飛，肯定會有很漂亮的畫面好，目前有點塞車，我們繼續聊在房車裡面能不能沖涼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呢，由於那個水槽的容量是100個公升所以像我們5個人的話，如果大家盡情的沖的話，可能沖到2個人已經沒水了。所以就要用省水的方法來沖盡量省水不是沖到那種盡情沖涼那種感覺。在房車能不能夠上廁所呢？答案是可以也不可以。好，第一點呢，房車能夠上小號因為房車馬桶的設計呢，小號是非常沒問題的。但是如果要大號的話千萬不要吧。
哦，因為大家應該明白吧，可能會有一些粘在那個容器上面的一些風險我們看一下美麗的普萊山哦。好，房車的電是怎麼一回事呢？大概跟大家講解一下。房車的電總共是2套電的系統啊。所以一個呢，就是這一個卡車，就是車輛本身的那個電池，就是我們一般的那一個箱子的那個電池，就是公車的行走的時候的一些器材上面的使用嘛。所以房車呢，它的好處是它有另外一套電池就是獨立分開的，當然你可以做一些連接啊，比如說一些行車充電器，就是用引擎在開的時候為那個獨立的電池充電的，這個獨立的電池呢，那就比較多的空間可以做一些客製化的做一些就是大小的不同啊，功率的不同啊之類的，所以這個獨立的這一套電池的系統呢，可以通過太陽能充電，也可以通過家用的插座來充電，甚至呢通過一些轉換器轉換的一個接頭呢，你可以在那些充電車的充電樁充電也行哦，但是是屬於慢充啊，或者是第4個選擇呢，就是行車的時候充電，用引擎的這個發電機 alternator 來為這個電池充電。目前呢，這輛520呢是比較慢充的形式，就是它1000瓦的這樣子的一個速度在充電。比如說我這個是560 AH 這樣子的一個電池的話，大概要6個小時左右才可以充滿哦，也就是充電的速度並不是很快哦，所以在出發前一定要準備好。而且呢，像我這個560的這個電量呢，就大概能夠用2天吧，所以呢，還是要在旅程中呢，計劃在一些房車公園呢，還是怎麼樣的地方做一些充電哦。所以呢，如果電池的容量大一點呢，所以一台房車大概供應3天2夜的這個電量，一般上是沒問題的哦。像阿倫才這樣，有太陽能或者太陽大的話，3天2夜我覺得勉強過關了。也不一定啊，其實是有一點風險的，就像我在第2集的這個房車旅行裡面的狀況一樣，一直要去找這個插座。但是如果裝上了這個行車充電器的話，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了，因為就是每開1個小時大概能夠補上大概10%的這個樣子的電力，所以我覺得如果有這個行車充電器的話，應該就非常的安全了，就可以自給自足了這個電力。好，關於房車的水的一些問題呢，就是說剛才說到的這個沖涼啊、洗手、洗碗的這個它的容量呢是100公升。然後阿倫才還有一個20公升的一個飲用水的一個容器，所以總共有120公升的水哦。所以這些水呢，就是用來沖涼、洗碗、洗手這一些用跟沖廁所。然後呢，這一些沖涼的灰水，就是不太骯髒的這一些水呢，會去到一個所謂的灰水箱，總共有80個公升。然後馬桶那裡呢，能夠存取的這一些污水呢，大概是20公升，所以總共100公升。然後呢，水的容量120，但是能夠存的這些髒水呢，只有100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哦。有方便的地方呢，就要把這一些髒水倒掉哦。所以黑水呢，就要在廁所裡面解決，灰水呢就比較 OK， 因為是沖涼洗手的這一些水。就在溝渠還是什麼樣的地方，大家都能夠把它排掉。用水方面呢，其實只要多注意，不要用的太過分呢，其實還蠻 OK 的哦。就水用完了過後呢，就通過水管呢直接加水注水就是了，沒有什麼大問題。好，可能有人會問，一般的停車場房車進得了嗎？其實多數是進不了的。就是那些室內或者是圍起來的這些停車場，通常高度都有限制，通常是在3米以內哦，所以房車通常會高過3米，所以就進不了了。
這個是要注意一點哦。好，再下一個問題，房車是不是想停哪裡就停哪裡，在哪裡過夜就在哪裡過夜呢？不是，其實理論上答案是對的，是。不对。哦，只要你不干擾到其他人，不影響到別人的話，不阻礙交通的話，其實法律上呢，其實沒有限制的。哎，給我那個踩一拍。哇，這樣麻煩。法律上呢，並沒有限制你。Hello， 並沒有限制你停放在或者是在什麼地方過夜哦。主要這個就是有道德的，或者是怎麼說呢，有同理心的人都不會有問題咯。當然不能夠停在一個地方，然後製造噪音啊，或者是阻礙交通啊，對不對？不要吵啦，這個神經病人。神經病。好，就聊到這裡，希望這些資訊可以幫到你哦。你是不是也已經勃然心動了呢？聯繫我吧。